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90分钟后，你们就需要通过互相的梳理，填写出来风险减量建议书当中的第一部分——风险识别。虽然我现在中文说的还不错，但不是每一个字儿都看得懂啊。哇哦，小九是不是看不懂？笨笨的，不是，我这不是笨笨的，可爱的弟弟。从这种再讲出来，我来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吧。这个结构图相对比较简单。人活在世上，可能免不了一件事情是责任，背后可能是自己关心的人。因为我们中国绝大部分都是家庭式的管理，就是一人有难多方支援。那大家可以看看这条线呢，婚姻关系一条横线来代表。我们主要是看看风险，单支柱夹心层，它可能要考量的风险是对父母的赡养、对子女的抚养，还有对配偶的照顾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收入集中风险，如果整个家庭当中主要的收入来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他个人生命保障的这个保护就特别的需要关注了。当然，最后一个叫代际压力风险。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委托人，代际的岁数差别很大，会不会担心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一旦早逝的情况下，然后这个家庭该怎么办？所以家庭结构分析图就有这些必要性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图，人身风险四象限。横轴呢，我们看的是风险的发生概率，纵轴是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程度，风险概率高跟损失程度重的，是不是我们首要考量的风险点？没错。左边这个是风险概率低，但是它损失也极大的，也是我们优先要考虑的点。人身风险四象限图可以帮助大家通过轻重缓急来帮你们的委托人未来在识别风险的时候做一个风险排序。我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也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通过了一些模型的运用和一些分门别类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帮助识别出自己的真正的诉求。你们现在先分成两组，2或者是3人一组。I don't want you as my team. It's okay. I'm good. 就是太老朋友了，我们太熟悉了。那我会比较更愿意跟这个新的朋友们去做这个沟通，可以看到我生活中哪些就是没有预料到的风险点。我觉得女士优先吧。好，小梦可以先挑你想搭档的人。我天天给你买好吃的。选择小九。哦，可以，没问题。你们俩就一起先搭个档。那我们3循环。好，没问题。减量建议是我们自己写的吗？大家只要做风险识别第一步就好了。我会根据我的经验来给大家提供风险减量建议。我还会跟我们另外一个金融专家一起来探讨我们的可行性。这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建议来做结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他们自己检视自己风险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的视角和态度。妈呀，出现了我最不敢看的。这个风险我觉得是可控的。对我来说的话，我不太担心这个。我完全没有担心过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风险，它不是我的风险。他们大部分都持否定态度。刚才我已经把这一份风险减量建议书交到各位亲朋好友的手里面，所以呢，我们要从我们的视角，用专业的金融模型来理性分析风险。因为我们要防范的，因为每个人他一定有核心风险，把那个核心风险找出来。接下来就是我们最严肃的第一份工作了，就是需要呈现报告。一旦有任何疑问的话，专家办公室里面可以找到我。那么要开始我们的讨论了。来吧。
超级 J 人。我们先画那个图，我也要画一个那个，我先写个我自己的吧。我父母并没有配偶。父母他们自己有配置什么保险？我父母给自己该配的都配了，只要我别出事，我们家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因为我本身这个天生身体确实不是特别好，我很担心的是哪一天我的这个生活里面我的健康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去垮掉，那是需要去提前预防的。我会觉得对我来说重疾险特别重要，而且我会买比较大额的重疾险。你好好的你，万一嘛，不能规避这个话题。当然，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害怕，我是说想到把这个风险去分摊，保险公司可以养我父母，如果出任何的问题。他最担心的还是，父母的健康和自己的健康，所以孩子跟父母，我还是挺感动的。文文老师刚刚介绍的一些保险产品啊，我们其实都有给他配置学费保险呐，然后这个教育基金啊，就类似的项目，我们陆陆续续其实也做过很多，年龄摆在这里的，所以我们因为有经验，就会提前做一些，从家长的角度。我作为他的妈妈，对他的最大的风险的担忧，其实还是他的职业发展。他经常会跟我说：“妈妈，我不是说想要成为多有名啊，我是希望我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来。就是我要想成为艺术家，艺术家的话就是要经历痛苦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的。”想找苦吃。我就特别的矛盾。第一呢，我特别愿意成全他的。艺术的梦想，对艺术的追求，因为这个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之一吧。但是作为他的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会觉得哇，人生苦难，就是没有这么多的理想主义的，还是做一个正常人、普通人，可能大概率你的人生会比较幸福一点，包括婚姻啊、家庭啊、恋爱啊，就是各方面。还有就是，他也是有一点点这个，特别的赤诚、真心，有的时候说的话的表达呀，可能就是会引起一些歧义呀。因为有些东西他在互联网上他就会放大嘛，所以这一点我还是对他有一点点的担心。我们说说唱的艺人，他要你突然之间很火，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考虑好他未来的合同的解约的风险。是。我现在特别担心，我跟你说，这个 AI 音乐啊，正儿八经是一个蛮厉害的东西。因为取代你们创作。对，因为我是创作类的嘛，但是现在我的自尊还不允许我去用这个 Suno， 但是我会想到，比如说再过几年过后，它是个趋势，最终所有人不得不接受。这才刚开始呢，这再过10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那就是一个很大宏观性的。对，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不可以配置一些什么东西？就是需要是把你自己的整个的。你的非常长周期的一个收入做一个摊平去处理，这个足够去覆盖后面的所有的开销和你的生活成本的话，我觉得也是 OK 的。那或者就是你是一个长线发展、细水长流，那这个东西每个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可能对我们来讲，有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这就是一个风险。看能不能够规避这个方面风险。我想问一下刘娟妈妈，就是爸爸应该是这个企业主吧？父亲？对，父亲是作为企业主，其实也会有那个公司的这个形象会影响刘璋的职业形象。如果一旦企业会发生风险的话，很多的企业家就是没有把家企真正的剥离干净，会导致企业的债务用家庭的资产去做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保住赚钱的人，守住赚到的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越是企业的家庭，就一定要做好资产隔离。希望我自己能够多努力、多学习。对于很多其他的压力，我能够替他
分担一部分，替他疏导一部分，他能够安心的去创作啊，然后能够真正的写出一些好的东西来。我希望能够成全他的梦想，对。都没有配偶啊？有。哦，有配偶，结婚了吗？你们已经？对，他已经结婚了。那你会考虑有孩子吗？可能会啊，目前还是。我父母是都退休了嘛，就是他们自己，目前自己的积蓄还有退休金，自己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肯定我要考虑，再往后，如果我还有自己的孩子，然后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我爱人的父母就是都会越来越大，那他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一个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老师，我初步写完了，我先来找您一起讨论一下。文涛，对的。我先说一下我的书，我跟文涛其实也是同龄，然后呢，有一点特别感受深刻的就是说，当你从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你要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就是30岁之后的这么一个转型。你可能从刚开始你只要负担自己，你到未来可能会成立一个家庭，他现在已经是结婚的状态，而且就是正好赶上我们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然后你在未来某些阶段你要成长起家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思考父母这个养老的问题。然后父母这一代不像我们那么早的去了解保险啊，在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可以去保障自己这部分的风险敞口了，所以可能就需要你去给他们去兜底，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些责任可能都会承担到自己身上。一个的话就是家庭责任的这个风险，第二块是一个创业的风险。大家都知道现在创业其实非常难，我也在创业，它就是一个需要持续的长期的投入的，确实会面临一些财务上的压力，可能要涉及到引入一些外部资金啊，或者一些外部的人才，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风险也会影响到它另外一个创收的一个曲线。然后第三个的话，健康风险这一块呢，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健康伴随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风险。那如何平稳的去过渡到中年，你可能面临的这个多重的风险，然后在抗风险之下，才能去积极或者是比较舒服的去享受你的这个中年以后的这个人生阶段。这是一个对未来的展望，就希望他能够非常幸福的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从您的角度，比如说看一看，就是首先是它有一个创业风险，可能创业的话，它就一味性的在投入，它需要一个周期，但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好。面对于个人未来的企业的话，它也会发生可能连带责任风险，连带担保责任风险。因为当我的正常的收入支撑不住我创业的投入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贷款嘛。对，你要加杠杆，或者是你要以个人的名义去担保，这个责任就链接上了。没错，这个风险就比较大。它有一个财务风险，对，所以呢，它需要做一个财务隔离，做一个风险的规避。比方说设立自己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以免如果它更多的一些投入一旦支撑不起的时候，那它不会有其他的债务这个风险的存在，就隔离个人的资产，然后控制单项的投入额度，建立项目止损的机制。我的核心资源是我的身体，就是健康这个东西也是我一直非常在意的。不熬夜、饮食规律，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难以做到的事情。然后去年查出就遗传性的高脂血症，就是血脂高，已经有点高了。对，就是我现在血脂的那个数值啊，按理说应该是个大胖子，但其实你看我最起码视觉上看还好。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我就是学习这种中医养生，就是为了看看我的当下的身体状况有哪些需要自我调整的，但是我自己也一直在学习。我来说一下齐思君同学的风险识别，我们先展望未来哈。
他的未来应该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游刃有余的主持一哥。必须身心健康。对，身心健康是他的底子，因为没有那个的话，剩下的都白搭。小七同学现在获得的指月资源非常的好，你去看一下他的通告排期，就这个高强度，对不对？然后忙，特别忙，他的通告看不见缓冲期。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健康风险，叫高压高强度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就是你们觉得这个行业你们是会干到老，还是干到某一个阶段？某母鸡啊，不确定性，同时也有行业变迁的带来的变化。以5年为之间去做规划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对，不可能。1年都算很夸张的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某些不确定性会使得它很难做长远规划。这就是这个职业本身的一个风险所在。对对对，不确定性。他年轻啊，他不像我53了，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啊，他多年轻啊，他该怎么办？在未来有 AI 的时代里面，还有主持人这行业吗？不一定。所以核心风险就叫极高压力、超高强度工作下的身心守护。但是我必须得说后半句，就是我希望他终身做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但凡做过主持人的人，对自己的内心诉求是希望说我的自身价值不仅仅在那个舞台的灯光下，所以他才会暴露自己的情绪问题，去做情绪相关的公益和传播。所以小齐呢，我给他一个4个字，叫做专款专用。他必须要有自己的款项，专款专用，因为他的这个收入被替代率会比之前这些更容易。然后呢，还要介意是什么呢？他在收入多元化的结构里面，非他真正主持的收入占比要高达35%，他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调整。然后拓展版权收入，比如说书籍啊这种内容啊，已经有了。还有就是稳健型的投资配置，比如说像 ETF 啊，就稳健一点的。确实，我也配了一些 ETF。非常聪明。来吧，我们一个一个问题，然后互相问对方，如何？可以啊。你需要我帮你打什么吗？没事，不用，我打字是可以的。你是独生子女吗？我是有姐姐，2个弟弟，然后爸爸妈妈，然后你们4个兄弟姐妹。对，就是我也是送我弟弟上学的。哦。然后我妈妈的生活的费用基本上100%都是我来的，但我爸就是不用。为什么爸爸不用？我爸爸和妈妈是离婚的，所以我妈妈是，基本上是跟我住一起。我爸爸是有了新的家庭。我爸爸本身呢是有自己的事业，就是那个 business。他们都在泰国吗？都在泰国。你未来想要把妈妈就是接过来到中国住吗？看我妈妈的意愿吧。如果她想来，我肯定会让她来。那这一笔其实，如果你把妈妈接过来，其实额外的有一笔收入要给她。是的，就是会有额外的费用。我是确实很看重亲情这件事情的。然后呢，我算也是个家里的大哥，所以我对家里人会比较用心。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个被动的收入。OK。就算我在忙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一笔钱，这一笔收入是他们自己的，一切都是我承担，但是收入是他们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就有点像年金或者是储蓄性的保险？对，但也有可能会考虑到投资，就是你来投资，但收益是他们。是就是作为他们的收入，他们也会感到安全感。一定的。他说他自己是想要安全感的人，他也想给别人安全感。那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们从财务、职业2个角度来说，其实从财务上来看，他正式开始在中国有收入，到现在也快5年了。
储蓄意识我知道他是有的，他会规划自己的理财，然后职业上在他身上有很强烈的跨国优势，但同样的，我们不具备不可替代性。你在健康上有什么觉得可以？健康风险我没有哎，好健康啊！但是可能小时候就是免疫力比较弱，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初中的时候，慢慢就越来越喜欢运动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就提升了这个。好励志啊你！其实健身跟健康不一定挂钩，他很自律，但是我会担心的是，他是独居，不确定的安全风险其实是蛮高的。如果有突发情况的话，没人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有的风险。他双重的征税的合规的风险是非常多的。就比如说他在国内，因为他是外籍公民，但是呢，他也有可能会到泰国，他会有双重的那个缴税的风险。这是我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他就是有这样的风险所在，因为他是外籍，跨境出行都是很频繁的，安全的风险它更会增加。然后就是它有高强度的透支，所以健康风险一定是会必然的。然后最主要的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在于什么呢？他的父亲是拥有他的继承权的，然后他的母亲带着他跟姐姐长大的，但是他现在努力赚到的钱未必到时候一定是给到了母亲跟他的姐姐是因为如果万一有人身风险的话，那他是配偶、子女跟父母，那他现在配偶跟子女都是没有的情况下，就是父母是他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现在努力赚到的钱，届时根据法律条文来实际划分，不一定全部给到母亲和他的姐姐，也有可能给到父亲。他要做财产公证，他要做公证，要做遗嘱。他在他的国家，在我们国家都是需要去这样做的。他在99年。其实遗嘱是什么？遗嘱叫做平安纸。刚刚说他才99年，他还小，所以没有人会想到他还小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风险点的之一所在。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要说服一个还年轻的人立遗嘱，会感觉有点膈应哈。对，还是要提前规划。就小九做这个，是让小九更安心的在中国可以工作。对于他这个来讲，职业上一旦签证啊所有的变动，他的收入就会下降，然后事业就会中断，然后可能会面临的很多是违约赔偿，然后就是职业生涯的断层式的这样的结底，然后就是人民币的收入兑换泰铢时受汇率的影响，实际收入可能会大幅度的跳水。你有别的副业吗？我目前没有副业，但黄金不错。哇，真的！前一段时间就是定投。你什么时候开始定投黄金了？去年。OK， 那就是在风口上应该还挺赚的，对吧？还不错。哇，厉害啊，有点头脑啊。那黄金最近跌了耶。我个人觉得还会涨。但有一点，现在人人都在投黄金，是因为黄金增长了，它会上涨，但是它也会下跌，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带有风险的金融产品了。然后那个外籍，他都没有办法那个买黄金实物吧？对，不行的，买完了，然后你带出去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呀，他出关税了呀。这些都是很大的风险。怎么感觉它的风险好大呀？对家人这件事情，你是有什么目标吗？我想问。我希望我赚的钱在未来，比如说我需要给我父母养老，包括我小姨养老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比较好的生活。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定的退休金，所以我觉得减轻了我这方面养老的负担。另外就是对我小姨，对她是有一点点先天性的残疾，所以我需要帮她去做更好的这种照顾。比如说未来有个可能住进医院啊，这方面的费用要准备。那你自媒体上你的目标是什么？目前，譬如说今年，其实因为我感觉我们整个这个行业它的收入和预算是在缩减的，
你是有很多可以被替代性的，所以其实我也希望自己有一点不可被替代性吧，就是 OK， 哇，这个很好，我觉得很好。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收入结构非常非常不稳定，我就只有这部分的收入，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就也可以买点保险，就是你下个月可能就。是吗？我说是我啊，好恐怖啊！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我生病了，那我这个今天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我的所有视频，比如说我的稿子是我自己写的，剪辑是我自己剪的，我是自己去当导演，自己去拍的，我一个人倒了就是没有办法工作了，相当于我这就倒了。还有啊，比如说我失恋了，我这失恋我1周都没有办法工作。发生过吗？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就失恋了1周工作不下去，就是你没有办法。然后相当于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他现在是在严重的去依赖他自己的个人 IP 的，但万一未来有一天他倒下了，所有东西是不是就都没有了？所以这是我觉得他职业上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一个点。然后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呢，他本身其实是没有签公司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没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公关的团队去帮他去应对这些风险，以及说他也没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法律或者财务的顾问，在出现这些舆论风险的时候，能够给他一些专业的建议。高风险，高风险，这不是一般的风险，这绝对的高风险，就什么都是。就像你开了个饭馆，老板娘是自己，端菜的是自己，炒菜的也是自己。对，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比较想有一个对自己的各种内容是有一个把控力的，所以他也一直就是没有去签公司。那一旦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别人不可能分身到不同的点去应对不同的事情，这是一个我还挺担忧的一个事情的。对，然后还有就是从财务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收入结构是非常单一的。他现在的收入就是他做自媒体、做博主这部分的一个收入。你有没有什么本身就有的？我有结节，乳腺结节嘛，包括甲状腺结节，我就是这个。他特别爱刺激，他一般出去运动都是那种高风险运动，他喜欢去蹦极，喜欢去做什么滑翔伞、滑雪。我是那种心特别大的人，我很大条，而且我特别钝感。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危险的事情，或者大家觉得啊你这个不能去做，但我觉得这没什么，我就愿意去尝试。你想，我是一个很喜欢极限运动的人，很多潜在的风险是在我的人生里面埋雷的。他这种高风险的运动，那万一不小心摔了，或者不小心出什么安全故障，那怎么办？而且我觉得就是他本身自己的这个作息其实真的不是特别的规律，特别喜欢喝奶茶。刚才有个小细节，他走进那个茶饮区，他说啊，这是我的专区，这边是我最爱的这个茶饮区，去茶水间看一下。你们想喝奶茶吗？可以吗？为什么肚子在叫？我中午没吃饱。你说奶茶吗？别了吧。算了。你可以偷偷喝。特别喜欢喝奶茶。对他来说也是本身的饮食结构啊、身体的作息啊，都是一些非常不健康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可能目前我们看到还是一个身体很好，因为他年轻嘛。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会不会过几年，这种体检报告上的红灯越来越多，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单身没有未婚的一个状态，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去做这个婚前财产的一个隔离？就万一说啊，咱们只是说万一这个男生，那万一钱被他骗了怎么办？他自己确实很感性，在面对感情的时候。那他如果遇到这么一个让他这么上头的人，他会不会把钱全都给了这个？对。有种方式呢，是他可以把钱给他的父母，类似我们父母做投保人，为他去做规划，他呢做被保人，然后父母再做受益人，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结婚嘛，也没有子女，也没有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资金用途。他为啥不自己保自己呢？因为他自己保自己，婚后产生年金的收益，他还是可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哦，或者他要自己保自己也行，那他就是指定受益人写的给父母，婚前缴清保费，这样就会把他的那个资金啊，全都作为婚前的财产配置，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做防范隔离。我觉得我在未来10年内，我应该还是会结婚的。那我就写一个加上希望那你会找什么样的对就自己喜欢的呗。
那比如说你遇到了这样一个伴侣，你会在婚前跟他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吗？比如说财产上的划分，婚后这些抚养上等等等等。我觉得一部分肯定得写下来，因为譬如说身故了，这个东西给谁？遗产应该是遗产吧？哦，遗产就是得写那个东西得写哦，就以防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但是也得跟他好好商量是怎么给。人生风险太多了，婚丧嫁娶每一个重大的人生事件，其实都涉及着背后的风险。那我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我自己的这个层面上，我的上大学、结婚，再到我退休，然后再承接到我父辈的风险和我子女辈的风险。我觉得就是2条线吧，一条横线，一条竖线。我们去办公室吧。行，走。你们为自己梳理的个人风险报告呢，将会有神秘的风险专家对你们的报告进行协助和补充。接下来前往指定地点等待就可以了。怎么感觉有点那个？好，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呀。这有啥？又不是考试。OK。火。接下来，我们把专家给的风险梳理意见带给他们，1对1对他们的风险梳理进行补充和协助。Surprise！ 是的。出发吧。好。专家请假了，我来给你解决一下。来干嘛？等一下，王老师，对不起。你好啊，你是我的专家吗？啊，真的假的？真的？不可能。你和 AK 在那猜亲友团啊？博远。远哥吗？有可能。哦，所以你一直在。我在啊。所以你好累啊，所以你一直坐着看我们啊。那全是我整理的，问你的。所以那个问题也是你问的吗？啊，我写的。这怪不得，谁会问出这个问题？我就说很细致吧？好父亲的样子。博远，父亲。他进来的那一秒，我脑海里是你进来干嘛？你的反应是这样的。哎，你进来干嘛？你让我坐下来，然后你才反应过来说，哎，是你呀！我跟博远感情很好哎，他真的很像我父亲，因为他在团期到至今，他就会一直照顾我们，就是很像兄弟姐妹，就是家里人亲戚来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很震惊哎。你写的那个风险自我梳理，我们自己先写一份，我们对你的了解。对，然后我写你的时候，你基本上都能对应上。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析了。你跟谁分析啊？我跟专家讨论。来，给你看看我写的。我真的太喜欢《初入职场》这个节目，中医也特别好，这个是快速学习，太好，免费学习，而且来的都是那种资深专家，真的都是顶级好吗？而且微信也加了。我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减量建议。你写的什么？最后，高额人身意外险，因为我们出去工作，甲方肯定会给你买意外险的。是的，是的。但那个结束了，你们的意外险就结束了。对，管理，长期的一个打算买。对，利用你有跨国活动的身份，你可以放眼宽一些国际的跨境投资。对，有一些优势。哇，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认真给你记的。那老师，针对小九的这些风险该怎么解决呢？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案。怎么说？跨境出行都是很频繁的，安全的风险它更会增加。然后呢，申请中泰两国的税务顾问，建立收入跨境的申报流程，避免双重征税。避免双重征税。
我真的非常认真给你记。哦，所以你好累，你上班中班呢，蛮感动的。有一个人哇，这么替我操心，这么替我考虑。说到你的税务合规体系，这个我相信你应该做得很 OK。OK， 我也觉得，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财务，要聘请专业的中泰两国税务顾问。哦，那边也有。我当然合规的 ，OK 的。特别谢谢远哥专家老师给我这么多的建议，替你考虑到你风险也好，还是生活品质也好，我觉得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的。谢谢父亲。然后呢，还给你带来一个小的册子。厕纸。册子，拼音有的。职场黑化宝典。什么？为什么？敏感词吗？不是。黑化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场合不是在 office， 但是在 office 是有一些 professional words。OK。而且它是适用于不管哪一个 office 都能用到的。OK。你学中文学这么久，有没有听说过画中画？听过啊哈。我很讨厌画中画哎。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老板跟你说这件事情你看着办就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告诉我。我觉得老板能说出来这句话，那说明他有一定的对我的信任。你看着办就行哎。You are so kind 。你是个善良的人。他是怎么解释？典型的甩锅的话术。甩锅吗？是那种啊，我有点不想管了的意思。做好了算我老板的，做砸了算你的。然后的一个潜台词。完了，我工作人员现在不知道怎么想我了都。你老说这句话？也不是老说，但是也是说。但你的出发点不是这个吗？没关系。还有吗？还有，我再跟你说一个你可能听过的话，公司不会亏待你。你翻白是吗？你刚刚翻了个白，自然翻译。哎，是听过这句话？啊，听过啊，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含义就是说，现在不给你涨薪，不发奖金，不晋升，就先用这种口头承诺稳住你，有点话术。很漂亮。对，漂亮话。你看，老板说，这只是我的建议啊，你按你自己来生活就行了。老板，我想辞职。受不了。特别谢谢哥今天能够愿意来找我，我是很感动的，还给我带来小礼物。贵州攀岩。好，哥哥，我请客。我必须去，机票我都可以给你搞定。好，太贵，欢迎您。我认真说，我这期没白来，我回去正在考虑这个保险的问题。我是真的，这我也真心的，我去立马就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也知道哥哥也是特别的忙，还来这边给我这么多的建议，以及这些建议都是对我来说都有用的。美元3种货币的印记，过了这2年你也不知道。因此我也全方面的了解到了自己的全部风险。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本节目由中国平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宽屏宝美看好又好看的蔡司泽瑞眼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中午12点双更会员抢先看。打开芒果 TV， 搜索芒果勋章馆，完成初入职场勋章任务，解锁多枚专属限定勋章。Hello。哦，全林老师好。您坐。Hello。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就在猜会是谁，想了半天，但是想不到是。你应该想不到我，对。对。你应该通过社交媒体知道小何会来，所以你会猜小何。爸，一说话就知道不是小何了。确实很难猜出这个。我也知道老师要来，我不知道这些。对，我没有见过你这么客气的，还挺少的。来，先把礼物送给你啊！还有礼物，这是我送给你的职场入职礼物。对，这个好用。这是一个腰称，意味着什么呢？就兄弟永远在你背后给你撑腰，是吧？是。然后这地方是用来两肋插刀，也可以不插。我们俩要去里面聊啊，那是得关个门吗？这是得。
私密一点。你之前有预设吗？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有可能是你，因为我知道你来了，想着因为每人要对一个，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在彼此聊，以我们各自，然后对你们的了解，就会从我的角度我来聊一下，就我认为你可能最大的风险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啊，那你认为是啥？一个是身体嘛，毕竟这个年龄了，身上的话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小毛病，因为希望说哥几个步入中年了之后呢，可以就是保养好这个身体，对吧？我们未来还可以迎接幸福的晚年，迎接幸福的晚年，就享受生活，就是还挺好的。确实你的眼光很长远，你一般考虑30年以后的事情。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决定，我未来要做一个有趣的老爷爷啊。那有趣的老爷爷前提就是还能够蹦跶嘛，对吧？啊，所以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家庭的问题啊，我知道你在创业这种东西肯定是很难的啊，因为特别是你做这种实业吧，服装行业它本身也有一些这种变动，对吧？然后没有办法说完全你通过有限公司的这种阻隔，然后把你的风险阻隔掉，因为那只是经济上的一些阻隔啊。你最后如果他们进行一些群体性的事件，舆论啊或者口碑受影响，对，不只是口碑，它有些就甚至夸张也不是法律，它就是通过其他的一种方式，让你强行的去自己掏腰包，然后解决这些舆论的问题。这是我写的报告，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你前面自己写的？对，我自己写的。努力赚钱拼搏的好男人。这是我对你的讲，但是你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要强吧。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些时候也不用所有的事情吧，都把这个归因归到自己身上，就是不是说你永远在反思，然后永远在进步。我觉得适当的对外归因，可能会让你就是没有必要的一些心理压力会少很多。就是我觉得也许啊，可以我们互相借鉴一下啊，你可以释放一些自己这种没有必要的对自己的这种期待，比如说不要太客气，对吧？有些时候就是这些法律问题也不用想太多。我如果当时确实很忙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也会说我很忙，我也不会跟你客气。你有一些小的一些简单的问题，你就直接问我就好了。好的。哎，那可以找你作为法律顾问吗？可以啊，当然可以。那为什么能帮忙呢，或者怎么样，就是真的就别客气就说，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因为以后我觉得这节目你帮我做，然后通告费给我。那不两人不客气。对，可以要求可以提啊，我也可以不客气的拒绝你。就这个意思。还是蛮精准的啊，基本上跟我自己归纳的基本上完全重合。还是很了解的。是的，你这都写了标准答案，我觉得真情实感。所以我就是想跟你说，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逆向思维。什么叫逆向？就是我们知道你很强啊，但是就是在我们面前，我们允许你就是可以没有什么，可以不要什么，示弱是吧？对，你可以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给我们看。我们就是在嘲笑完你之后呢，也是会帮助你点钱吧。投，哥们儿投，哥们儿融资。3个臭皮匠顶得诸葛亮嘛，对吧？更何况大家还是这么各个领域优秀的拔尖的人才，还可以帮你把这个风险防控的这个体系呢，把它变得更牢固。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同意吗？优秀，真诚的后盾没问题，小何也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去剖析我的问题本身，然后不断的去深挖我的问题。优秀是一种习惯，就是要把这个人设给立住，是吧？那我算啥人设？你是成熟男人。我有礼物送给你。哦，这是我是等会儿，这就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
师这个是真，哇，真的，因为太贵重了，不是吧？是真的啊？你看，对，但是你需要做的事情是，现在你来识别一下我为什么送你这个东西。吉祥如意。来，这个理由长这样。嗯。我们这是一个金融节目，对吧？对。所以我们是帮助别人去降低他们的风险。你们今天无非是当个预演而已。嗯。但是呢，当我们用一些产品去帮助他们去降低风险的时候，有很多的产品，它会是这样的包装的，你一打开，你会是这个表情说：“你要送我这个吗？”是。但请认真看小字儿，你看看它有多重。我刚看到的。你都不好意思说，它0.1克啊，是按照今天的市值100块钱。是，但是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状态，拿一个钉的东西来。对，恰恰我们要识别这样的产品，这样其实没什么用，所以我送给你的是一个预警。这一季节目的意义，我们其实都在识别人的风险，他要面临的事儿的风险，以及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减风险。全是课程啊！我看你自己的风险梳理当中，你的相对的风险做一个排序的话，哪一个是最大的呢？嗯，3、4、1。第二点已经不太担心，就第二点已经把它排除在外了。你其实特别担心你爸妈，对吧？嗯。我可能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也会说我会关心我的爸妈他们的生活质量。我现在53岁，我爸80，然后我妈79。就此刻我说担心的时候，他们的画面特别具象。它还好没有发生在这一刻，但是它早晚会发生的事情。我明白，就您说的时候，我会能具象化的想到一些相关联的，我就是想代入，但是我每次一想代入的时候，人就是有那个趋利避害，我下意识就会我要往快速跳出来。一旦有负面性的事情，我就赶紧让自己能够退一步，是的，对吧？你怕出错吗？当然。之前的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整个导演组从所有的台本到流程，把一个嘉宾的名字全程写错了。我没有一个一个查名字，因为当时可能100多号人。我当时一下台，我知道我念错了，然后我从那之后，我也知道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100多号人，你就要按100多号人去查。我从那之后，我就不允许自己，别人做认真做对了是他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要我确保，他有的时候万一出现疏忽，我也要尽量的去发现他。所以很多事情对你不是真实风险，而是你对自己的要求高。如果按照这个事例的话说，是这个样子的，追求一个所谓的就是更高分的试卷。哎，你觉得你这职业能干到你退休吗？不确定，就是我现在心里面会有这个想法，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现在就是今年正好是毕业来湖南第10年，我就想说干这件事情。我没有给自己定死，说你干到退休，但是现阶段它能够带给我那个乐趣，我这是有点超乎理性了，是吧？我现在深刻的意识到，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然后它这样杂糅在一起，只不过就现在杂糅在一起的时候，我先尽量让失控小一点，尽可能的能够控制。你现在能接受的失控的最大的程度是？我想想，7天没工作，多了不行。半个月也可以。所以15天是你能接受的没工作的极限。对。再聊怎么样？聊得很深刻。想听哎，可以听吗？没问题。好。是我们都。你想过改行吗？没有。没有的原因是。就是我想过，就是前面说多元，就是可以同时发生，但是我没有想过改行。就万一主持人这行业不见了呢？就你下面是啥？如果主持人这个职业真的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天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做一些和数据信息传递完全毫无关系的事情。
我之前开玩笑说是开个面馆，我会回到做一些小且具体的事情上来。所以你是真想过的。AI 出现的时候想过，但是我会想它会有一个周期，就是这个周期不一定会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完成。我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就是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比如说我来了湖南娱乐频道，传统地面频道的改制，那时候淘宝直播在兴起，然后我最早开始跟他们去做官方的那个直播，然后主播这个行业的兴起。所以你差点变成李佳琦，对吗？那倒变不成他。有某种可能性。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选择方向。我就是一直在看到传统媒体变化，新的媒介的出现，然后中间存在着各种诱惑，所以 AI 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跟上。我总感觉自己像是正好赶上了某一个那个尾巴，然后好像头上也不知道从哪开启，但是好像就是到这个时候了。就是如果我赶上的是一个末班车，所以这是我要一直保持学习的一个东西。我知道说，那你要跟上新的学习。我完全体会的原因是，我不喜欢送别，所以我会先转身。有些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去做一点风控，有些不能。末班车这事儿我没辙。我就是没有，我可能跟别人没办法聊到这个点上面。然后刚刚您坐这儿一聊这事儿，我说就顺着想到了，我就说了。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宝，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吓死我了！因为我要作为一个亲友，就是给你从一个第三方的视角提供一些风险的建议。什么情况？这个是我给你带的一封信，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会互相给对方写信，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信了，所以我会选择给你写一封信。亲爱的梦绿鸟，展信佳，很惊喜能以这样的方式。宝宝嘞！我觉得太搞笑了。因为我们俩生活里面真的就是那种从初中开始就叽叽喳喳，只要我们俩在的地方就会被别人说你太吵了的人。但是他来，我觉得会给我。让我更就是生活里的样子吧，让我更放松，然后我也觉得挺搞笑的。他就是对我鼓励的部分，我其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原来是这么辛苦的，我好像把这个事情已经当成了一种常态。但是他会把这个事情记下来，然后心疼我，我就觉得很感动。这是我给你写的，然后我们其实要一起的去聊一聊这些东西。你要最后去呈现一个这个风险减量建议书。然后我给你写的呢，跟你想的差不多，但可能比你的更加具体，就是像多领域的一个扩展。我感觉你其实是有很多的天赋在的，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就是
把你的这个才华和你的这份光，能够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实体的东西。以及就是在财务的分配上会有一些被动的收入，通过这些钱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收益。好的。然后后面我还有写关于你的身体健康这块，我感觉就是你的作息还是不太规律，你还经常3、4点给我发消息。好吧，我会好好睡觉的。完蛋了，完蛋了！你说我容易被骗？对，就是你太容易就是你进入一个你信任的人，就容易放下所有的防备。婚前财产隔离意识缺乏。好的。其实谈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辛苦了，妈咪。辛苦你，好玩你。仔宝宝，太搞笑了。我会听劝的。妈妈，你怎么会来？看到我妈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性格好像比以前确实沉稳了一些，就不是那么一惊一乍了。就虽然我惊讶，但可能没有太外显。妈妈，你坐。我今天给你带了2个礼物，作为初入职场的一个风险防控的礼物。然后这个里面有2份，这是我给你买的保险，这是我给你买的理财产品。详细的细节等一下我再慢慢跟你介绍，你先收着。嘿嘿，妈妈今天穿得好漂亮，是吧？太给儿子长脸了。他从小到大都会给我非常充足的情绪价值，每次都会找不同的理由夸我一下。哎，我真的是妈妈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特别的高兴。一个是为你有这样子一个学习的机会，风险防控确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爸爸妈妈的健康你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你完全不用担心。只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这么重视，反而是让妈妈特别欣慰的。上一次那个体检是做了，对不对？对，就是我看全部都是健康，太好了，这个就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就因为大家都说没有健康这个一，后面都是零嘛。反正就是说，我的风险就是我的身体和我的事业是绝对不能垮的，因为我本身这个天生身体确实不是特别好，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依赖现场的人。那我知道，如果我健康出现问题，我的现场能力大打折扣，甚至说没有办法接的话，那我的事业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对我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今天我没有好意思说，我对你的创作是非常有信心的。作为妈妈，不能够在别人面前太自夸自己的儿子吧。他是突然进行了一个人生的大转弯，包括职业的选择，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要往演艺方向走，所以对这一点还是有点担心。但是在妈妈的内心里面，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就好像以前妈妈跟你讲的一样，能够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能够去心无旁骛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是一件奢侈品。我是幸运的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好好的去抓住这个机会，去享受这个追逐梦想的这个过程。所以儿子，你就是好好的，不要有压力哈。然后妈妈希望你自己开发一些多元的维度，多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去观察一些不同人的生活。什么是幸福？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妈妈希望你自己能够找到什么是幸福。妈妈希望你自己能够找到。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这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决策也是有母亲的参与，而且我觉得我们俩的思维方式最后都很接近，我们的选择都很一致。风险减量收，我们对于这个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
我觉得我是很适合这个的。我今天做了一天，我会觉得这个不能说我马上就了解这个吧，我大概有一个这个直觉，知道我是适合在这个领域去做学习的。我可以理解这个职业的知识。我们多学习别人的优秀的点，然后把人家优秀的这些点用到。老师好。你好，小九，又见到了，好开心。我撤了，我是真的飞。你得要去赶飞机了，对呀。加油吧。大家都越来越好。好的，拜拜，拜拜，拜拜。我们去会客厅复个盘吧。好的，老师。好，我们现在终于都见面了。我介绍一下我们2位专家，因为其实你们各自看到了一半。陪着我们所有代理人的林斌，这位从亲友团的视角再给大家建议，非常专业的隋文文，大家好。隋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刚才和亲友共同梳理了你们各自的风险啊。之所以要加入亲友的视角，是因为有的时候呢，身边人往往能够补足那些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风险。从现实的层面上来说，对自己的规划，其实也是对家人朋友承诺的守护，为所爱之人减负。你们现在手里都拿到你们的风险减量书了，有人提前看过了吗？看过了。对于小齐，他因为个人有很好的一个风险防控意识，现在也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跟养生，所以我们也会希望他择时买入一份医疗险，定期体检和专科随访，固定心理咨询师长期跟进。财务风险方面，建议3年内非主持收入占比达35%，同时进行稳健型投资配置，总收入的40%进行现金流投资。家庭责任风险方面，进行长期现金流规划，父母养老专款专用，职业发展双轨制，拓展内容制作方向，对职业技能进行持续提升，对职业风险进行减量。风险减量给到我的这个职业发展的双轨制，就是维持主持工作，同时拓展内容制作的方向。这也是我现在开始有精力和能力在去做的事情。然后职业技能持续的提升，定期参加专业的培训，拓展知识领域。我其实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和一些，比如说我自己感兴趣的人文社科的老师们去沟通交流，但因为现在没办法完全做到脱产去进行学习，所以我只能采取一些线上教学，这是正在进行的事情。行业人脉的维护这一点的确也重要。我就说过去这1年，我有更多的心力能够去和大家去进行沟通了。接下来是保险配置，这个我也给自己配置了，然后全身的专项管理，这个的确我是现在定期的体检以及专科的随访，感谢我们的中医技。我会做艾灸啊、针灸啊这方面的中医的这种健康的管理。接下来是这个父母养老的专项规划，的确也是我现在正在考虑的。然后收入多元化结构、稳健型的投资配置，这也是我在学习和去做的事情。所以你是一个勾人还是个 P 人？勾人。对，这很明显的，这很勾了。这怎么测？他测了3版了，前面的几个字母一直在变，但只有勾是不变的，对吧？对，这个事儿是一直不变。对，有规划的人。文涛，你分享吧。文涛的话，他本来就是有身体上面的疾病所在，所以呢，建议他一定要做好健康管理。
他也需要有专门的专家帮他做好管理的措施，还有预防，同时配置尚可投保的医疗险，转移支付风险。在财务风险方面，配置相关险种对冲财务风险，需要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隔离个人资产，建立项目止损机制，对创业风险做隔离。我觉得这是很准确，小何他帮我去做一个预判，基本上我感觉一字不差，都是这些风险。那可能我们就要去学会去面对它，然后从心里面度过那一关。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些风险也都在自己的这个认知和管控范围之内吧。刘璋的话呢，他个人比较有风险意识。他在这个阶段为自己先配置重大疾病保险、医疗险、意外险，同时需制定计划，配置一些年金险。在家庭风险方面，要把父母医疗保障作为优先项，要尽早了解养老资源。在职业风险方面，转型规划、开展音乐制作、演出策划等跨界合作。在法律与合约风险方面，版权归属要清晰化，避免未来的收益纠纷以及赔偿或资产冻结的风险。我觉得跟我最开始给自己配置的方案也比较接近，然后也是很支持专家老师们给我的这个建议。那基本上我就是马上会去开始，我估计3号到4号我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定下来。你知道吗？你们家最大的风险其实在于内部沟通不畅。你对你妈报喜不报忧，你妈对你报喜不报忧，你们俩是一。带来最好的保障。是。然后我们要说说小九。哦，对。小九因为他是有外国国籍的身份，所以他的资产与财务风险比较大。首先需做多币种应急储备，同时做一些黄金、ETF、年金等比较稳健的外币配置。这样的话可以刚性兑付，可利用自身优势投资国际跨境商业项目，让收入结构更多元化。跨境身份与法律风险方面，建立完善的税务合规体系。跨境合作合同需明确法律适用地，避免引发纠纷难解决。健康与安全风险，购买可覆盖全球范围的高端医疗险及其他险种配置。资产跨境继承程序复杂，易引发纠纷，需设立遗嘱，提前做风险规避。小九是那个你自己在表达你的风险的时候，觉得说啊，我都挺好的，我都没有什么风险。我觉得这个风险它不是我的风险。但说你的风险减量书的时候，说了最多条。对，我就列了很多，然后给我那个风险减量的方面也特别实用，然后还有很多点我也是在进行这些东西的，其他的也基本上都差不多。给你鼓鼓掌，给你鼓鼓掌。雨桐的话，他的个人 IP 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在没有这个 IP 的那么定向的产生收入的前提下，为自己赚来的钱做好最好的储蓄准备，抗收入波动。健康方面需要定期体检。在收入结构上，3年内需把非广告收入占比提升40%，建立舆情管理系统，定期心理咨询，加强他的情绪释放。在家庭与责任风险方面，给家中的长者他要准备好足够的养老资源，如居家养老服务或者是养老的社区。
做好婚前财产配置、工作合规划，避免法律与资产风险。我觉得是很准确的，跟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一致的，非常的完善。然后也可以多增加一些收入结构，然后还有给我配置了一些意外险。我觉得这个我真的非常需要，只是我之前也没有这个意识，其实。所以你看，你那个需要改变的事情特别多，哪些事情你觉得你如果要落实的话，其实有难度？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核心的风险还是收入上的。所以你需要用专业的东西去帮助你，然后不用害怕，勇往直前。好。对，第二的话就是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很多的时候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注重你的作息时间、你的营养搭配，所有的一切都希望对你的祝福。谢谢老师，谢谢。你说的这些是你们金融专家也可以提供服务的吗？对，都是我们。这也管啊？对，你们管那么细吗？所以我们不是冷冰冰的金融，还有包括我们健康管理啊，包括很多人的养老照护啊，养老资源的提供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温度的。林老师，其实关于意外风险这类，我有一个疑问，就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在国外的话，如果遇到了一些紧急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该联系谁，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这个痛点太真实了，平安可以说是全人类永恒的追求。幸好中国平安就推出了全球急难救援服务。全球急难救援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登录平安旗下的 APP， 如平安金管家、口袋银行或者好车主这些，或者拨打95511，即可呼叫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国平安后台会秒级响应，有专人专案跟进，不论是在居家、户外、境外，不论是突发疾病、自然灾害、意外伤害，覆盖233个国家地区。平安可以为你提供分场景的上门急救、陪同送医、医疗转运、应急资金、失踪搜寻、安全撤离等38项急救服务，为你保驾护航提供7×24小时全程守护。30多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累计帮助了超10万人了。真的为无论家里家外还是境外的人都兜了一个安心的底。那接下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全球急难救援的案例，比如说墨西哥摔伤重伤，先赔付医疗费问病情，3甲专家陪同半年后平安返家。澳洲罕见急症病危，1小时启动垫付会诊，58小时跨国 ICU 转运救回。现在我们5位风控代理人，基本上第一天的简单的培训，拿自己做案例，在自己身上找风险和理解你们的风险减量建议书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你们接下来要尝试体验的这个职业，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未来的时间，你们要给不同的委托人做风险识别，完成风险减量。最后我们要到外面去拍一张照，这个包括跟你们的亲友和你们自己入职培训过了之后，每天要选一个最受欢迎的代理人。来，我们去拍照。你们的海报会放在这个地方。哦。现在是空白的，但是很快你们就会上去了。哇塞，太好玩了！我第一次录节目录得这么好，感觉酣畅淋漓，太好玩了。如果是手部的话，那我就不出镜了，我可以用一个手势，然后来表现出对你的一种守护。怎么手势呢？和平哥，这样，那个，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们俩要品起来这个爱。好，守护，守护你。
今天就要开始正式对接委托人。我们收到的委托需求是国内现在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独居人士。哦，把委托人资料发给大家。Oh my god！ 清华大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证券诉讼，要不然你来的东西太熟悉了，哇！这有点压力了。我门口一定放了我男同学的鞋，然后上面钉一个摄像头。你攒的钱就没有继承人。对。他还知道你有过金融背景，无框信托嘛，对，那都能查到的。律师有做背景，感觉我们是委托人。现在的财产需要做怎样的规划呢？防范遇到渣男的风险。钱放在这个父母身上，但是这个全程也是可以追溯的链路啊。对理财愿意出多少呢？你觉得应当占我现在收入的多少呢？如果是保险、信托、证券，包括股权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它各自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我又这样，压迫感是真的很强。这位客户太突出了吧？好，邀请到另外一位委托人李维嘉。下午你们会在维嘉的家里上门访问，完成风险识别。你们是？小佳，我告诉你，真的，我根本都不信骗子。可以跟我们聊聊。不要跟我聊，上面写的金融的我都不理的。现在医疗上的配备你也有，我根本不想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还有把钱放在那里了，然后它也会自己涨。如果理了个财，还让我焦虑了，那我就还不如不理。他有什么财务法律的风险？嘉哥应该不太想要孩子吧？想问没敢问。你遗产传给谁？你有想过你的晚年吗？谁是你的知心人？大家做好准备，我们要上战场了。哎，你们觉得一个人头像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委托人？必须会。小梦看看头像，这样既有亲切感又有专业感。专业感是来自于着装，兔子给别人感觉相对来说没有比较温和。不过呢，你又不是那种很温和兔子，我自己回马了一面，对吧？很 chill。俏皮兔子。人生苦短，何妨一试？告诉我是这个泰国人的钱。人生苦短，何妨一试？这中文就学进去了。老师好，我叫高俊。林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中文没问题吧？当然是脑子有问题，开玩笑。再来一遍，我想记一下，我刚刚没反应过来。一个人的问题和他的想法是通过社交场景暴露出来的，很多时候会是以朋友的身份去跟他交流，比如说用一种很利他的方式跟他聊。今天收获还蛮大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迷雾里有讨好，独行也不慌，让承诺凝成钢，给风险做减量。年轻的旅程通往从容的远方，青春如歌，爱是归航，波浪甲方安然向阳，规划为营照亮迷茫，青春作伴不负韶光，让未来见证这守护。时光漫过手掌，一直温柔守望，换未来晴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出入职场金融季，解锁更多独家互动和幕后花絮。上微博带话题出入职场金融季发博讨论，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回应。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出入职场金融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